男嘉宾张先生29岁，来自广东，销售；女嘉宾陈女士26岁，来自广东，设计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好像妻子要来控诉丈夫是吧？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可能比较啰嗦一点，但是我的出发点比较为他好，但是他总觉得我是要刷存在感。变成了我觉得好像他不需要我，但是我又好像要突出自己的要存在的那种感觉。我的性格比较女汉子嘛，然后他的性格比较啰嗦一点，然后有很多事情他会重复不断的说，然后而且我工作很忙，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没有时间跟他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很矛盾。我觉得工作忙这是很正常啊，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两个人要更多时间待在一起才是正常的。他工作忙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回到家可能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就倒头就睡了，基本上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去，可能几天下来我们基本上连说个话也说不上。就是渴望跟你交流吗？太啰嗦了，他每天会说起码10遍以上，多喝开水，多穿衣服。每一天哦，然后我说好，我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不断重复。我的出发点只是为他好，因为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开车的时候，因为可能我的经验会比他多一点，那他可能相对驾龄没有这么长，可能我会说一些很多细节啊，或者让他注意的地方，但是因为车里面就只有我跟他2个人，但是可能他没有任何的回应，就我看着他说，他连点个头都不会给我。但我就觉得你是听不到还是关注着在开车，但我觉得你要给我一个回应，起码也算是尊重一下我。就是很烦啊，就我家里有养宠物嘛，然后他老是会说，我就只顾着玩，跟他们玩，然后什么铲屎啊、喂的都是他做的，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工作忙吗？我都没有时间，我不可能凌晨回到家我还得喂，还得铲屎。然后就没有时间睡觉了。就是我角度可能会延伸的比较长远一点，万一以后有小孩的情况下，那是不是他就丢下了什么都不管了？那他难道喂奶我可以喂吗？小孩跟这个不一样吧？除了这还有别的吗？就很多小事他管得很宽，就比如说吃的，然后他不爱吃辣的，我爱吃辣的，他可能会不让你吃辣的。然后我爱吃生冷的，什么日本料理那种啊什么的，他也会说不要去吃那个。我也不是说要求他不要吃，只是尽量少吃点，因为吃这么多辣或生冷的对女生也不好。可能出发点就是为她好，但是可能我比较啰嗦一点，但是他有时候说话很直，就是他性格比较女汉子一点，但可能我心思可能稍微细腻一点，但是可能他有时候有些话就说的我感觉就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要去强硬给他的，那2个就吵架了。但这样长久下去，我就觉得总该要协调一下这种。比如说他说什么话很不舒服呢？举个例子吧，就好像有一次我们去朋友 KTV， 但是他是签到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俩，那很正常。我来到之后，他们可能会主动让座，就你坐这边这边这样。挺好的朋友。对，但是他就突然间说为什么要坐在一起？那全场就突然安静了。那我也是感觉突然间很尴尬了。那个只是开玩笑啊，就我平常我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然后我可能开一些玩笑，他可能不懂那个点，他就会板起个脸，然后自己想他自己想的东西，就像女生要哄啊那种，我就是不爱哄，我就觉得我就开个玩笑，你有必要这么认真吗？不是，你们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我们2个认识很久了，然后本来就是朋友。可能有8、9年了吧。8、9啊，本来就是朋友，然后一直都没有说有什么要想在一起的，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年可能大家都单身嘛，然后就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其实我们3观是合的，但是因为性格有些东西，本来我是急性子，他是慢性子，有些东西就是需要磨合。我们就是在这个磨合上面很尴尬。可以这样说，就可能我跟他认识很多年，其实也没什么交集啊，但可能就大家只是认识的朋友，但后来可能通过一些朋友的聚会啊，然后就熟悉了一下子之后呢，可能聊上话题了，然后慢慢聊的过程中，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慢慢产生了一种
情侣那种喜欢的感觉吧。但是慢慢后来就有意向的去，我是有意向的去想发展下去的啊。然后慢慢可能聊着之后呢，经过了一些很多事情，可能慢慢觉得大家可以在一起。你们聊了多久结的婚？聊了应该有几个月吧，应该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才慢慢后来才考虑到结婚的。啊，结婚多久嘛？结婚了应该还不到1年。就还不到1年都这么冰冷了？就是可能性格上她很直，说难听点，就是真的是女汉子。她可以所有东西都一个人全部把控的。就是她其实是不需要你的，是吧？对，感觉就好像不需要我。其实我做销售我也忙啊，但是可能我相对她来说没有这么忙啊。她可能有时候忙到凌晨，她回到家非常累，跟我说啊我很累，我现在会卸妆洗澡，然后洗完澡她就进房间睡了。那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环节，哪怕你今天跟我说一下。哎，你们恋爱期间也这样吗？恋爱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么忙。其实也差不多，只是我觉得是因为角色不同了。对，可能他要求的东西会多了，以前也一样，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有时候当我遇到这些可能我比较感觉上夫妻俩就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似的，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我想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去尝试跟他谈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很冲很直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要吵架，但是我是不喜欢吵，其实他也应该不喜欢吵架。来，我问问啊，你觉得他对你好吗？他是为我好的，但是就其实不用那么啰嗦。我知道有些事情我知道，只是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是因为角色不同了。谈恋爱的时候一直都这样子，很正常。你们这样吧，你们每人给我讲3件你们俩共同经历的事儿。求婚咯，就是他求婚的时候他也是求婚不算，那叫特殊时刻。我要的是生活时刻。平常我有时候工作就时间太长，就到凌晨的时候，他会不论多晚，他都会去接我。就是我没开车的话，他会去接我。你要开车了呢？开车了呢，他就在家等我。行，这算1件，接你下班，等你下班，1件。第2件，然后他做饭很难吃，但是他有学着去做。这太概念了，这不是1件事儿。就是他会有时候一些小节日什么的，他会有点仪式感。就是我可能一回到家，然后就看到他布置的那些东西。布置的什么东西？就比如圣诞节，他会放一颗小的圣诞不算。那没有了。你看，1年的生活哈，行，这也说明问题。来，先生讲3件。其实他讲的我有想到，但是如果你说节日那些不算，特殊的咱们就讲日常生活嘛，因为夫妻是生活在一起的嘛。就是当2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然让他们说这些事儿，我相信是挺难的。但是我这个事儿可没说是最浪漫的事儿、最难忘的事儿，对吧？我只是让你们各说3件小事。那你们来反思一下，这个婚姻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性格问题吗？是因为女汉子吗？是因为男人啰嗦吗？好像不是吧。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2位这1年来都在关注什么呀？听起来好，男生有付出啊，男生在学做饭，对吧？男生有仪式感，男生在等女生回家，男生会接女生回家。那么女生在做什么呢？我在赚钱啊，我在拼搏啊。哦，好，行，接下来问你们俩经济是怎么一个情况？你是全职先生？没有，我也有工作。啊，你也有工作？他是比较稳定的国企的工作。啊。然后我是就是我的收入可能相对来说平稳的啊，就不是谁高谁低？他高。谁管钱？应该他管钱。你的钱交吗？交。也没有全交吧。啊，交一部分是吧？啊，这房子是谁买的呀？目前这个房子是他原先有的。女方的房子。对。未来还打算再买房子吗？有打算。有打算哈。行，这个下一步生活还有什么打算吗？如果解决了他的唠叨，解决了他的女汉子，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吗？其实我们2个的目前的目标还是要
拼搏一下，努力点，积累一些，然后肯定以后在我角度可能要小孩的，要有这一步的环节。我觉得年轻拼搏应该是应该的，就不要这么矫情。你们帮着分析分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确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夫妻，男人最反感老婆喋喋不休，但是女人呢，又最讨厌男人沉默无语。但是你们家呢，恰恰相反。其实超传老师刚才让你们说3件事是一个测试，他测试的结果很明白。婚姻生活我们真的不怕有点小争吵，真的不怕有点小冲突，也不怕有一点小唠叨，最怕的是有点小冷漠，有点小厌倦。3个事情都说不全，说明你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有了这一点冷淡，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点厌倦，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生活当中，我想我们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我们存在的一些差异，特别是性格的差异。你去看待性格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你对婚姻的态度和对配偶的态度。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做到的，去修正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想作为妻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的改变。谢谢博宏兄。来，于老师。在外人看来，这对夫妻是阴盛这个阳衰。阴阳的关系呢，我想了想，大概有4种。第一种关系，任何事情都有阴阳啊，手心手背儿，白天晚上，上下啊，男女，我们总是有对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阴阳互赖关系，没有绝对的阳，也没有绝对的阴。这男人和女人他要互赖。那么第3个呢是什么呢？此消彼长，你们俩今天的状态，在你们磨合当中也发生变化。这边如果偏女汉子的话，那边可能就偏柔性多一些，可能会唠叨的会多一些。磨合到一定程度呢，就变成第4种关系，就是阴阳转化，就慢慢真的变成了什么呢？就是阴盛阳衰了。那这里面我们发现4种关系里面，你们俩第2个依赖的关系比较少。刚才主持人在问到有3个生活场景的时候，你们说不出来，那就意味着你们彼此依赖太少了，没有共同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性格差异化没有关系。在我看来，一个慢性的，一个急性子，那一个油门一个刹车，你粗一点，他细一点，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互补的。但如果没有连接，这个互补就是一种分裂，是没有意义的，补不上，对吧？太遥远了。那么2个人最终要分开的。不管工作多忙，外面的事业多大，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家和万事兴。如果最后家出了问题，你的事业外面也不会让你做得非常踏实。所以这里面呢，我希望女方稍稍的把心往回家带一点，关注一点，而男方女方适时的什么少说2句，因为有的时候呢，你那种越要，其实越逼着他反感。一个温馨的家让他搞得很烦，他反而不愿意回家了。好了，就分享这么多。好，谢谢于老师。来，徐总。女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的事业重要还是你的爱情重要？我会觉得爱情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年轻肯定是要拼搏啊。所以现阶段你认为事业是比爱情重要的？对。那女生，我再问你，那你觉得什么时间事业就可以弱一点？家庭最重要吗？起码稳定下来吧。有时间吗？30岁以后吧。30岁，那是几年？5、6年。好，5、6年。但如果5、6年你的事业有所成就了，忽然发现这个爱情没了，家庭不在了。所以说，其实家庭跟事业呢，或者爱情跟事业呢，其实都有相同之处，都需要去经营。不是说你把事业放在一边顾家庭，那个事业一定不会等你，对不对？这你是清楚的。反之一样是这样，你把家庭或爱情也放在那儿，你等着我啊，我先去忙事业 ，OK， 这块这爱情或家庭也是会消失的。
你要意识到这种危机感，因为现在这种状况，其实这种危机是一步一步在向你走来，你只不过浑然不知。如果他再不唠叨点，如果他不再把你试图多往家庭这边拉一点时间和精力的话，你的爱情可能就没了，很危险的。那你奔的事业红红火火图什么呢？图的就是两个人的日子也是幸幸福福的吗？可是你突然发现事业有了，但是家庭没了，多悲哀呀！而两者都有，当然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恋人都希望的，但是有那么难吗？其实不难，尤其是在于一个有可以理解你的老公就不太难，因为他还在每天絮絮叨叨的说你要念我们还有个家庭还有份情感，其实你就要体谅他的好吗？继续你的唠叨，但是呢要找到一种方式让他能够接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你们结婚多久了？1年，快1年。我有一个细节特别想问一下，就说那个去 KTV 啊，你先去，对，他后来，对，然后他就让你坐他身边去，对吧？就是等于他一来，然后就那些人就全部像让开那样子，让他挤进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很尴尬，我就可能开玩笑说一句，不一定要坐椅，他坐那也可以啊，然后可能他就觉得说啊，好尴尬。你跟他结婚1年，你是他的爱人，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什么，你在众人面前为什么不给？这个只是开个玩笑啊。所以说啊，在你的自我感受和他要什么比起来，你更在乎自我感受。其实，坦率的来说，你把这一辈子去理一理，我们能够给对方的其实不多。每次结婚的时候都说啊，我把我这一辈子都送给你，我这一辈子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等等等等。其实你仔细理一理，你这辈子给对方的东西其实给的并不多，你给不了什么。那为什么不在对方最需要的一些位置上，更多的给对方一些，而自己也损失不了什么？我们如果能够遏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自私与贪念，能够充分的让对方舒服一点，其实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个念念叨叨的人，虽然在舞台上我并不会太多的废话，但生活当中我也是个喜欢念念叨叨的人。我也经常以一种我自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对爱人有作用有帮助的一些方式去说他，我以为，但事实上你会看到对方不爽，对方不舒服，他还要去忍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之间感觉你这所有的一切是没有价值的。那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没有必要持续下去。如果等到哪一天你们彼此之间知道对方心里想要什么，不需要对方开口，我马上就能应声，马上就能够做出对方内心想要的东西，到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丝丝的感动。我相信在你们这1年的生活当中，也曾经有过偶尔的片刻，比如说你刚刚摸上方向盘，他正准备开口，你就说你又要开始唠叨了吧。这么瞬间他就不会再唠叨下去，变成了两人相视的莞尔一笑。所以我觉得默契不够，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妥协自己，自己不愿意为对方去着想。1年的时间还太短，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在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的同时，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想想，这个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为对方做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那既然是有限，那为什么不倾尽全力？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在这个家庭当中，家庭最真挚的内核是什么？就是这个情感内核是什么？我是觉得挺乏，因为他一说那微信内容，我就会觉得特别乏味。喝水了吗？你怎么回啊？表情啊，或者哦，好，知道了。这就把天聊死了。其实他发喝水了吗？在我的想法，我的理解里面是，我想跟你聊2句，我有点想你了。你看这个，昨天晚上也没见到你，卸了妆也就睡了，早上又匆匆忙忙的走了，是吧？哎，你们吃早饭吗？问个细节。是啊。谁做呀？
买啊，在一起吃吗？不在一起吃。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婚姻生活嘛，我们用细节嘛。不在一起吃早饭，晚上睡觉，卸了妆也就睡去了，太累了，对吧？那啥时候说呢？白天沟通就是喝水了吗？好，多穿衣服，好。这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你居然要通过微信来嘱咐他多穿衣服，我是觉得这个生活挺乏味。但是我说的是我个人感受，不影响你们的感受。也许你们有你们相处的方式。最后就是综合老师的意见了。第一，既然结婚了，就请你们认真的为这段婚姻做一些付出。第二，要做一些情感的有效沟通。这个沟通包括谈，包括一起出去玩，等等等等等等。不要把你们的情感的纽带以所谓的事业发展为借口都剪断了。第三，日子还长，要给彼此的耐心，学会尊重，为对方做一些改变。大概是老师们说的3点，你们想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各位老师的意见其实也跟我想法是有接近的，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沟通啊，或者是方式方法，可能我也有一些做得太过了，或者是实在是太烦人。因为说实话，我是你，我可能觉得我自己烦，但可能有时候有些东西，其实我应该你是理解的，然后我们可能在方式上面稍微的改变一下，可能会走得更远吧，应该对。我可能放多一点时间在家里，然后尽量接受一下你的唠叨，不要太不耐烦，然后多顾及你的感受。哎呀，时间到，行了，2位开箱吧，看看你们的记忆是什么啊？来，请关门。我觉得如果你的婚姻也是这样的，真的要提起注意了。所以今天先生来这儿是特别对的，就是这个婚姻有一部分消沉的东西，先生其实是感受到的，他只是没说而已。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对宣布我们要在一起的人，每天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是这样一种沟通方式，你想想是不是还是有点让你心凉的？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来，我就知道那是来嘛，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用来，男生放的是什么？女生先说一下。是电影票，就是那么久，可能从一开始，然后的对，全部电影票。不是，你们是做朋友的时候就一起看，还是做男女朋友的时候一起看的？朋友，然后到男女朋友吧。男生想告诉女生什么呢？就是给她一些细节，因为有时候我会跟她说，今天我们看了这部电影，1年后我们再看一下，好看感觉会不会变了。你拿的是什么呀？就他放的是什么？他放的是我送给他的一个手链，这个手链是有特殊的意义。其实你看到很多一些吊坠，但当时我送给他的时候只有3颗的。为什么？我就想着有一些，因为会过很多节嘛，这些小节日的时候我送1颗，有代表的当时我们这段过程的一些有意义的一个代表的有一些东西的。然后把它当时是说我把它圈满的时候我们结婚，但是好像没圈满就结婚了。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哎，你还是要珍惜你这个老公的啊，这么细腻哈。
乐了，心里很笃定啊。谢谢两位，请回吧。